我们感知到的整个宇宙，脚下的大地，头顶的星空，全都是某种超级计算机精心渲染出来的幻觉。如果这一切真的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虚拟现实游戏，那这个游戏的设计师一定是个天才中的天才，因为他们不仅要骗过你一个人，还要同时骗过地球上的80亿人，而且不是骗过一时，而是骗过一辈子。从你睁开眼睛的第1秒，到你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任何破绽，这真的可能吗？2500年前，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《理想国》中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比喻。他说，想象一群囚徒从小就被锁在地下洞穴里，他们的脖子和腿都被铁链固定住，只能面朝墙壁，无法转身。在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，火光把各种木偶和物品的影子投射到囚徒面前的墙壁上。这些囚徒一辈子都只能看到这些影子，便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。这个洞穴比喻听起来简单，但它触及了哲学史上最核心的问题之一：我们如何定义真实？如果一个东西能够完美地模拟另一个东西的所有可观测特性，那它和真实的那个东西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柏拉图之后2000多年，人类进入了计算机时代。1964年，哲学家尼克·波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谬的问题：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高度发达的模拟世界，那个世界里的居民会有意识地认为自己生活在基础现实中，那么我们凭什么确定自己不是那些模拟出来的居民？2003年，波斯特罗姆正式发表了他的模拟论证，用逻辑推演的方式表明，除非我们几乎肯定自己不是模拟意识，否则我们就几乎肯定自己是模拟的。这个论证可以用3句话概括：第一，要么文明在发展到能够创造模拟世界之前就已经灭绝了，要么他们有足够的算力，但选择不去创造模拟世界，要么我们几乎肯定生活在模拟世界中。听起来很荒谬，对吧？可是无数顶尖物理学家、哲学家、计算机科学家都被这个问题困扰了整整20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中，为什么没有任何 bug？ 这就要引出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角度：为什么模拟世界不需要完美？我们先来做一个思维实验。假设你是一个游戏开发者，你要开发一个模拟整个宇宙的游戏，你会怎么做？第一步，你肯定会被问题的规模吓到，因为可观测宇宙中至少有大约2000亿个星系，每个星系平均有1000亿颗恒星。这意味着你要模拟的恒星数量大约是20，后面跟着22个零。这个数字有多大？打个比方，如果每颗恒星对应一个苹果，那么所有苹果堆起来的体积比太阳还大40倍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你真的需要模拟每一颗恒星吗？答案是绝对不需要，因为在真实宇宙中，大部分恒星发出的光永远不会到达任何智慧生命的眼睛。一颗距离地球1万光年的恒星，它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对我们来说完全无关紧要，因为我们要等到1万年后才能观测到它。那么，为什么不等到需要渲染的时候，再去精确计算这颗恒星的状态呢？
这就引出了物理学中一个惊人的发现：现实世界可能本来就是低分辨率的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连续的，而是量子化的。能量是一份一份的，动量是一份一份的，甚至连空间本身都可能有最小的单位。普朗克长度大约为 1.6 乘以10的-35次方米，这意味着宇宙可能不是无限精细的，而是有一个像素的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把宇宙比作一张照片，那么这张照片的分辨率不是无限的，而是有一个极限。就像视频游戏一样，当你放大到一个程度，你看到的就不是真实的连续画面，而是一个个清晰的像素点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量子物理学的主流观点。所以，当一个人问为什么没有 bug 的时候，他可能误解了虚拟的含义。虚拟世界不需要从一开始就完美渲染所有细节，它只需要在你观测的时候渲染出足够真实的画面即可。就像 Netflix 的流媒体不需要一次性下载整部电影，只需要在你观看的时候一帧帧地传输虚拟宇宙，可能也是同样的原理。它不需要真的存在，只需要看起来存在就够了。而看起来存在这件事，对于一个80亿人同时在线的系统来说，反而是最容易达成的目标。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验证所有的事物。你看月亮的时候，月亮的背面不需要被渲染；你不看你的脚趾头的时候，你的脚趾头可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当你闭上眼睛，房间里的所有细节都可以退化为潜在的可能性，而不是实际的渲染。这个系统甚至可能比真的宇宙更加高效。这就是模拟宇宙最令人不安的地方，它可能根本不需要是真的，它只需要在每个人看向某个方向的时候给出合理的答案，而这些合理的答案之间不需要完美衔接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同时验证所有的答案。好，我们先消化一下这个角度。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更令人困惑的领域——意识。你如何确定自己是有意识的，而不是一个只会执行“我有意识”这个程序的自动机器？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诡辩，但其实它触及了模拟假说最核心的困境之一。模拟系统需要模拟意识吗？想象一下，一个模拟的象棋程序会不会觉得自己在下棋？从外部来看，这个程序完美地模拟了人类下棋的所有行为，思考策略，评估局面，做出选择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程序没有主观体验，它只是在执行代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人类的大脑，这个我们相信产生意识的器官，会不会也只是某种执行代码的机器？神经科学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大脑时发现，当人们做出决策时，大脑的决策往往在意识做出选择之前几百毫秒就已经完成了。换句话说，你以为自己决定要做某件事的时候，大脑已经提前决定好了。就像你以为自己打开了电视，但其实电视在你伸手之前就已经被打开了。这让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说：意识可能不是原因，而是结果。你的大脑预先计算出了所有决策，然后在大约几百毫秒之后，向你的自我叙事发送一个信号，让他以为自己是做出决定的主体。这个自我叙事
可能就是大脑为了协调数百亿个神经元而进化出来的用户界面。就像手机不会真的变热，只是处理器在高效运转，手机的热是副产品。意识可能也不是大脑的目的，而是大脑在处理信息时产生的副产品。现在回到模拟假说，如果我们都是模拟程序，模拟器需要模拟我们的意识吗？一种观点认为不需要，模拟器只需要模拟我们大脑输出的行为就够了。就像那个象棋程序，不需要想要赢棋，只需要表现出想要赢棋的样子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的内心独白，你的喜怒哀乐，你的我在这里的感觉，都可能只是被模拟出来的幻觉。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会遇到一个逻辑陷阱。如果我的意识感本身就是模拟的一部分，那我问我是不是有意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模拟出来的。这意味着模拟的意识可能和真实的意识之间没有任何可观测的区别。用一个比喻来说，一部电影里的角色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只是电影的一部分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情感是不是真的。可是从电影之外的角度来看，这个角色的怀疑和挣扎本身也是电影叙事的一部分。他的真实情感和虚构情感之间没有任何区别，因为它们都只是像素的闪烁和声音的震动。所以模拟世界能骗过80亿人，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如果意识本身也是模拟的一部分，那么被骗这个概念本身就变得模糊了。你以为自己被骗了，可是这个以为本身也是被模拟出来的。你开始怀疑，可是你的怀疑也是被模拟出来的。这就像一部悬疑电影里的角色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，这不是逻辑错误，而是叙事的必然。好，这是意识的角度。现在让我们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，物理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宇宙的物理定律如此简洁优美？牛顿用一个公式就描述了天体运动，爱因斯坦用另一个公式统一了空间和时间，量子力学用几行数学就捕捉了微观世界的全部奥秘。这种简洁优美本身就非常可疑，因为如果宇宙是被设计出来的，那么设计者显然是一个追求美学的设计师。自然界充满了对称性、黄金比例、斐波那契数列，这些规律不是必须的，它们只是一种可能的排列方式。但我们的宇宙偏偏选择了最优雅的排列。这有2种解释。第一种，宇宙真的是被设计的，而设计者是一个追求美学的设计师。第二种，宇宙不是被设计的，而美是某种深刻的真理。但是如果宇宙是模拟的，那么简洁优美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。简单规则比复杂规则更容易编程。想象一下，你要模拟一场飓风，你不需要写一个飓风程序，你只需要定义几个简单的方程，温度、压力、风速，然后让计算机迭代计算。简单的规则会自发生成复杂的行为，这就是涌现现象。简单的规则产生复杂的结果。真实的宇宙可能就是这样的，几个简单的方程物理定律通过无限次迭代生成了从星系到原子，从生命到意识的一切。这不需要一个设计师，只需要一个初始设定。所以物理定律的简洁优美
可能既是真实宇宙的特征，也是模拟宇宙的特征。这个证据不能作为我们是否生活在模拟中的证据，它只是在说，宇宙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，可能都遵循着同一种简洁优美的逻辑。但是还有另一种物理学的发现，可能才是真正的突破口。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，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被精确测量。你越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，你就越不知道它的速度，反之亦然。这不是测量技术的限制，而是自然的本质限制。这个原理的一个推论是，自然在最基础的层面可能是不可预测的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自然本身就没有确定的答案，它只有概率。这对于一个模拟系统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要模拟一个精确的宇宙，你需要处理的信息量是无限的，因为每一个粒子都有无限精细的位置和动量。但是，如果你只需要模拟概率分布，而不是精确状态，你需要的信息量就大大减少了。这正是量子力学的核心。自然不是确定性的运行，而是概率性的运行。我们的宇宙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系统，而是一个概率取样的系统。用游戏来类比，早期的电子游戏是确定性的，每一次你踩到同一个坑，角色都会掉进去。后来游戏开发者发明了随机数生成器，每一次你踩到那个坑，角色有50%的概率会掉进去。这种随机性让游戏看起来更加真实。真实的宇宙可能就是这样的游戏，只不过这个游戏的随机性不是程序员的偷懒，而是宇宙本身的设定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模拟宇宙能骗过80亿人就更加容易了，因为系统不需要真的计算每一个细节，它只需要在需要的时候，从概率分布中抽样出一个合理的答案。而这些抽样之间可能存在着细微的不一致，但这些不一致太微小了，没有任何观测手段能够捕捉到。这就是物理学的角度。现在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领域，为什么是我们？如果我们真的是模拟程序，那为什么会有80亿个模拟程序同时运行？为什么我们不是孤零零的一个测试版本？这可能要从模拟的目的说起。假设未来的某个人类文明想要模拟人类文明的演化，他们可能会做这样的实验，创造1000个模拟宇宙，每个宇宙的初始条件略有不同，然后观察哪个宇宙会发展出科技，会走向和平，会产生艺术，然后从成功的模拟中学习经验，用来改进现实中的社会。如果是这样，那80亿人就不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囚徒，而是实验中的观察对象。但是这个视角很快就会引出一个奇怪的问题：如果我们是实验对象，那谁在观察我们？答案是，可能是我们自己。想象一下，2050年的人类创造了一个超级计算机，能够模拟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。这个计算机里有80亿个模拟人正在经历他们的人生。对于2050年的人来说，这个模拟是虚拟的，它只是一个程序。但是对于那些模拟中的人来说，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和真实的人没有任何区别。那么2050年的人有没有权利去操控这个模拟？
他们有没有权利决定哪些模拟人应该存在，哪些应该被删除？从模拟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整个宇宙、星空、历史、爱人，都只是2050年的人屏幕上的像素。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继续相爱，继续斗争，继续追问生命的意义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个思维实验再推进一步，模拟2050年人类的那个人类文明，有没有可能本身也是被模拟的？这就引出了无限嵌套的可能。每一个层次的现实，都可能只是上一层模拟的产物，而每一层的模拟人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，没有尽头，没有底部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谁在观察我们这个问题，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最终的观察者，而这个最终的观察者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但是这个无限嵌套的图景反而给了我们一个奇怪的安慰。如果每一层的人都在经历他们的真实人生，那么哪一层更真实这个问题可能本身就是无意义的，每一层都是真实的。对于那一层的存在来说，这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洞察，也是我认为理解为什么模拟宇宙能骗过80亿人的关键。模拟世界之所以能同时骗过80亿人，不是因为它足够完美，而是因为欺骗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问题所在。让我们来解构这个观点。当一个人说这个世界在欺骗我的时候，他预设了一个欺骗者和一个被欺骗者。可是，如果欺骗者和被欺骗者都是同一个模拟系统的一部分呢？如果欺骗这个行为本身也是系统运行的一部分呢？用一个比喻来说，如果一部小说的角色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小说的一部分，他可能会感到恐惧和愤怒，作者在欺骗我。可是，这个角色的恐惧和愤怒本身就是作者写出来的，作者并没有欺骗角色，作者只是在讲述一个角色发现了自己是角色的故事。这让我们回到了柏拉图的洞穴。这一次，洞穴里的囚徒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墙壁上的影子可能不是真实的，可是发现真相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墙上的影子之一。他们没有跳出洞穴，他们只是在看着影子的同时，意识到自己在看影子。那么，真实到底是什么？也许，真实不是某种绝对的本质的存在，而是一种关系。不是谁是真的，而是什么让某物成为真的。对于一个粒子来说，真实是它与其他粒子的相互作用；对于一个人来说，真实是与他人的情感连接；对于一个文明来说，真实是它与其他文明的共同记忆；对于整个宇宙来说，真实可能就是它自己的运行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模拟宇宙和真实宇宙之间可能从来就没有区别，因为两者都在运行，两者都在展现某种规律，两者都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到真实。唯一的区别可能只是被谁运行，而被谁运行这个问题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，可能永远都是不可知的，因为你无法从系统内部证明系统是被运行的，正如你无法从电影内部证明电影是被拍摄的。
如果这一切都是模拟的，如果你的身体、你的记忆、你的爱人、你的星空都只是数据流和算法，那会怎样？首先，你可能会感到恐惧，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程序，那意义在哪里？爱还存在吗？痛苦有价值吗？可是，让我们再深入地想一下，如果你的恐惧本身也是程序，那它和真实的恐惧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如果你的爱本身也是程序，那它和真实的爱之间有什么区别？一个程序可以完美地模拟痛苦的表情，但如果程序没有内在的痛苦，那它只是在表演痛苦。可是你怎么知道另一个人不是这样呢？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感受的存在，而其他所有人都是完美模拟的自动机器？这个思想实验可能永远没有答案，但是它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：我们对真实的执着，部分是出于一种自我中心的偏见。我们假设自己是特殊的、真正的，而其他人每事物可能是次要的、模拟的。可是，如果意识本身就是模糊的，那真正的意识和模拟的意识之间，可能从来就没有分界线。也许我们不需要问这个世界是不是模拟的，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，如果这个世界是模拟的，那会改变什么？如果明天你醒来，发现了一个确凿的证据，证明宇宙只是超级计算机的输出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停止爱你的人吗？你会停止关心你的朋友吗？你会停止追求你的梦想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这件事，对你来说到底有多重要？如果答案是，那你可能会说，因为真实的痛苦和快乐是有意义的，而虚拟的没有。可是为什么？是什么让真实的痛苦比虚拟的痛苦更有意义？是因为真实的痛苦是物理性的，它由原子和神经元构成。可是原子和神经元本身也只是数学结构的某种表现。这是物理学的另一个惊人发现：物质可能不是宇宙的基底，而只是某种关系的显现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真实的痛苦和虚拟的痛苦之间可能也是没有区别的，两者都是某种模式的激活，两者都是信息处理的某种状态，唯一的区别可能只是载体不同，一个在神经元上运行，一个在硅芯片上运行。而载体不同这件事，对于痛苦的意义来说，可能完全无关紧要。这把我们带到了今天最温柔的领悟：如果你把虚拟理解为空洞的、无意义的，那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个想法确实会让你恐惧，因为它似乎在说，你的整个人生都只是一场梦。可是，如果你把虚拟理解为形式的、可变的，那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这个想法反而可能是一种解放，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什么是固定的，没有什么是必然的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你可以改变自己，你可以改变你的关系，你可以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。虚拟不是假的同义词，它只是意味着可能性比现实更根本。也许宇宙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模拟的，本质上就是一个可能性的海洋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片海洋里的一朵浪花。我们以为自己是固定的岛屿，可是我们只是永恒变化中的短暂形态。
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，你不是一个确定的粒子，而是一个概率分布。你同时是这里和那里，同时是这样和那样。只有当你观测自己或者被观测的时候，你才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。这个发现让我们对自我有了全新的理解。你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，你是一个可能性。你不是你过去的所有选择的总和，你是你未来所有可能性的总和。现在，让我们把这个理解放到一个更大的图景中。如果宇宙真的是模拟的，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可能性的海洋，那么这个模拟的目的是什么？也许它没有目的。也许宇宙不是在追求某个终点，而是在探索所有可能的路径。每一个模拟，每一个人生，都是一次实验，不是为了产出某个特定的正确答案，而是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如果是这样，那80亿人同时存在，可能不是因为某个设计师想要观察我们，而是因为同时存在80亿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模拟的意义。这让我们想到一个美丽的类比：一部交响乐不需要目的，它不是在追求某个终点，它是在展现所有音符之间的关系。每一个音符都是短暂的，但整体是永恒的。没有哪个音符比另一个更重要，它们只是在一起演奏。我们的人生可能也是这样，每一个人生都是短暂的，但整体是永恒的。没有哪个人生比另一个更重要，它们只是在一起存在。从被观察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，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也许我们不是被观察的样本，而是观察本身的参与者。不是自然在观察我们，而是我们就是自然观察自己的方式。就像眼睛不能离开身体去观察身体一样，意识也不能离开宇宙去观察宇宙。我们就是宇宙理解自己的途径。无论这个宇宙是真实的还是模拟的，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：如果世界是虚拟的，为什么能同时骗到80亿人？答案是，他没有在骗任何人，因为被骗预设了一个真相和一个假象的对立。可是，如果真相和假象本身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达方式，如果真实和虚拟只是同一个实在的两种语言，那欺骗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失效了。你从来没有被欺骗，你只是在经历，而经历本身就是你存在的全部意义。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事实。无论宇宙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，此刻你在这里，你在呼吸，你在感受。这个事实比任何哲学论证都更加真实。所以，当深夜的思绪再次把你拖入什么是真的深渊时，记得提醒自己，也许真不是某种需要被发现的东西，它就在你每一次呼吸中，它就在你每一次心跳中，它就在你每一次感受到阳光、雨水、爱人的温度的时候。这不是逃避，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接受。接受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终极真相是什么，接受虚拟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模糊，接受确定性可能只是一种心理需求，而不是宇宙的结构。而这种接受本身就是一种智慧，让我们再深入一层，
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模拟中，那这个模拟的设计者，无论他是未来的科学家，一个超级 AI， 还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存在，他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有些时刻，你会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感，仿佛某个场景你曾经经历过，即使你确定这是第一次。心理学称之为既视感，哲学家称之为记忆错误。可是，有没有可能，这是一种残留的感知，感知到了模拟系统中的某种代码痕迹？有些梦醒来之后，你分不清那是梦还是现实。那些在梦中发生的事，有时候比白天的经历更加鲜活。如果梦境和清醒之间的界限这么模糊，那凭什么我们如此确定清醒时发生的一切就是更真实的？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一切都是注定的，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安排所有的相遇和离别。这种感受是直觉的错误，还是某种更深层的认知？认知到了我们无法用逻辑理解的规则。这些边缘体验，既视感、梦境般的清醒，对命运的感觉，也许不是系统的 bug， 而恰恰是系统的 feature。它们是提醒我们，不要把任何事当作理所当然的温柔信号。它们让我们保持好奇，保持敬畏，保持对未知的开放。如果我们真的是模拟的一部分，那这个模拟的设计者可能不是一个冷酷的工程师，而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艺术家，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些裂缝，让我们能够在看似确定的世界里感受到某种更深的可能。这些裂缝不是缺陷，它们是邀请，邀请我们超越是什么的追问，走向意味着什么的沉思。现在，让我们做一个温柔的对比：一个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、宇宙是冷漠的、机械的悲观主义者，和一个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、宇宙是一首未完成的诗的乐观主义者。谁更容易入睡？答案可能是后者，因为悲观主义者的宇宙是封闭的，所有的门都关着，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耗尽，而乐观主义者的宇宙是开放的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也有一扇看不见的门，通向某个还未到来的可能。如果你把模拟假说理解为一切都只是程序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那你可能会陷入第一种悲观主义。可是，如果你把模拟假说理解为一切都是可能的，一切都在流动，那你可能会发现第二种乐观主义。这不是自欺欺人，这是对意义的主动创造。意义从来就不是被发现的，它是被活出来的。你选择相信什么，你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。这个选择不是逃避，而是创造。今天我们走过了柏拉图的洞穴，遇到了波斯特罗姆的模拟论证，听到了量子力学的神秘低语，探索了意识的迷宫，思考了物理定律的美，凝视了无限嵌套的可能性。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同时骗过80亿人，可能不是因为它足够完美，而是因为欺骗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可能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。如果意识本身是模拟的一部分，那被骗这件事本身就变得不可能了，因为连怀疑者也是被模拟的。物理定律的简洁优美，可能既是真实宇宙的签名，也是模拟宇宙的签名。80亿人同时存在，
可能不是因为某个设计师想要观察我们，而是因为可能性本身就是模拟的目的。也许虚拟和真实不是对立的两极，而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达。现在夜已经很深了，无论明天科学家会发现什么，无论哲学家会论证什么，此刻你在这里，你的呼吸是真实的，你的感受是真实的，你对这个世界的每一份好奇，每一份爱，每一份恐惧都是真实的。这不是因为它们符合某种客观标准，这是因为它们此刻正在被你感受到，而被感受到这件事本身就是真实的最终定义。晚安。